我在杭州。我本身呢是湖北人，那我家是在湖北十堰。反正我是初三从泰国回到杭州，然后我记得我应该是初五的样子有就是去超市去一次，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小区那个闸门平时是开的，然后它就变成关的了。而且然后我就叫我们保安给我开门，我说这个钥匙好像没有配给我们，然后他说就是暂时不会给你们钥匙，他说然后我们小区就马上就开始了，就是需要通行证出入。回上海的时候呢，还算是到机场比较顺利，但是在机场的安检口的时候就被2个警察叔叔带走了，直接带去了派出所。他们说我是在重点监控名单上面的，有我的名字、身份证号什么之类的，然后去要测体温，然后登记去哪里啊，从哪里来，整个假期是怎么过，包括个人信息的情况，在上海的住址，在海南的住址等所有的信息，这个登记完了，再从派出所把你带到卫健委，再到卫健委去检查和这个登记，然后才就是上飞机，而且上飞机了以后呢，给我安排了一个4下无人的座位，防止我周围有人。所以其实严格来说，湖北籍的所有的人员都是受到一些歧视的，包括我们回到上海以后，回到住的公寓，只要是看到420的这个身份证号，就要求你14天的隔离。站在大众的角度能理解，因为确实大家都比较害怕这个病毒呢，它最可怕的点在于是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你才会被传染，而是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传上，所以大家当然会比较的谨慎。对个人来说呢，确实是有些觉得不好受的，但是呢，就是反正互相理解吧。首先你企业可能我会要做一个复工申请，是在钉钉上，然后它会根据你企业的规模，然后包括你企业所在的这个行政区域，然后你企业所在的这个办公的园区，然后包括你可能员工的一些健康状况，然后他都会考虑在内，然后给你一个是否通过，是否核准复工，或者是你复工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对，然后现在杭州大概是9号的样子开始做这个申请的，然后我那时候看到10号的数据大概是就是核准率不到1%。对，但是就是一直在稳步进行，所以就是我想如果到最近2天的话，其实会好很多。每个人也会在支付宝上申请一个就是个人专属的健康码，然后这个健康码它也是就是会根据你之前填的这些数据，包括你的出行情况，它会有一个就是动态的分析，就是如果你很健康，然后你最近也没有出行，都是就是在家的状态的话，它会给你一个绿色的码。然后你拿着这个绿色的码，可能就是在杭州很多公共场所就是可以自由通行，然后包括是如果你目前是在外地在老家，然后想要返杭的话，你有这个绿码也是可以通行的。就是如果是你之前有过一些跟疑似病例接触的情况，或者是有从外地返杭的这样一个就是公共交通的之前的一个经历的话，可能你那个码会是红色或者是黄色、橙色，就是码的，如果是除了绿色之外的其他颜色，其实都会对你的出行就是会有一点点阻碍，就是他会建议你最好还是在家隔离。是不是因为杭州很早的执行了比较高科技的这种细到个人的一个追踪管理办法，是不是？而且封城的时间也很早，就是导致了说到之后的这个疫情发展比较在控制范围之内。对，我觉得这个肯定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挺困惑的，我觉得杭州就是不是确诊病例还挺少的吗？为什么我们小区开始就这么严格了？
这一次这个新冠肺炎，它就是你传染路径，其实大家现在也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定论，而且感觉它传染的这个强度真的是挺高的，所以你最好的方式其实就静止不动，就是减少跟就是人群的接触。对，所以就是杭州现在目前都数据都控制得很好，而且因为数据就是这个新增的疑似病例也很少，然后大家可能也会有更多的这种医疗的资源放在之前的已经有发现病例的他们的治疗上，所以杭州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例的死亡病例。对，就昨天我还有看到一个新闻说杭州有一个就是94岁的老太太就是康复出院了，就是我相信每一个杭州市民就是看到这样的新闻肯定就是都非常就是振奋，而且就是有安全感，就是哇感谢杭州。就对，因为就是疫情以来空前的看到我的朋友圈的杭州人或者浙江人就是纷纷唱起了对浙江以及杭州的赞歌，就是觉得政府的管控真的非常得力。对。